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2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9.70，收盘价是182.6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3，最低价是在180.0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并且也跌破了前低194.07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977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6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。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2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日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大幅的跳空的低开盘。那这样的一个低开盘啊，我们会看到，它是在开盘的时候就跌破了200整数关口。并且也跌破了前低194.07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下，最后收在当日的K 线的低位。那并且呢，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这样的一根 K 线生成啊，也就是继续出现了底底低，也就是股价的这么一个空头趋势会再次被确认，那后续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那对于目前的这个下行走势，我们来把图缩小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根 K 线的标志就是跌破了前低，再次出现底底低，上方有头头低，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有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。那目前我们只有等待止跌的信号 K 线或者变盘的信号 K 线出现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跌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02这个位置，另外一个点位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会在195.5，这是第一个可能，我们给出了2个下跌的点位。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有可能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13。实际在1月25日收盘价是在182.63，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我们预测的下跌与实际下跌不仅点位相差较大，性质也是不同。我们预测的最低的一个下跌的收盘价是不跌破194.07的，而实际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不仅点位相差较大，性质也完全不同。好，那么我们会看到目前这个股价已经跌破了我们之前设定的这个目标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呢，那将预示着股价后续继续有下行的走势。我们只有等待止跌的信号 K 线出现，对股价才有可能反弹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月2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我们来看看下方的目标。对，
接下来下行的目标，我们会看到就是之前我们设定的，是第3个目标，也就是152这个位置。我们来放大看一下，它是2023年4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52.37，我们取整数152，我们变换一下颜色，这将是股价目前这个位置它要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好，那我们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K 线信息，我们会看到，跌破了194之后，股价继续出现底底底底低，上方已经有头低了。那继续这样的空头趋势，那接下来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152，也就是要瓦解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这一波上涨。那目前的这个收盘价的位置也跌破了这一波上涨50%的成本线，对。那实际上跌破了这个成本线呢，那么股价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52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么支撑如果在下行过程当中，在到达152之前有一个支撑，我们愿意把它设定在2023年5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65附近。对，也就是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好，当然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180，如果股价在次日出现反弹，它一定也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这是到达152之前的支撑。我们再来向下看，那如果股价跌破了152之后，我们要给出接下来第2个目标。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缺口，那第2个目标一定是要跌破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上涨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第2个目标。好，那跌破152之后，那一定股价是要瓦解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上涨，要到达这个位置。一旦这个位置跌破实际上我们会看到，那股价将会继续维持自2021年1月5日这根 K 线，也就是特斯拉历史最高的这个高点，自这个交易日以来的恢复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空头趋势。对，所以呢，当然，如果我们继续再向下说跌破101呢，那一定是下方的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当然我们不排除在这个位置在到达150之前股价会出现一个反弹。对，实际上我们把这个 K 线图缩小之后上方的压力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压力如果出现反弹，这个1号趋势线将会成为压力。如果再继续下行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这个3号趋势线实际上可能会成为支撑。这个支撑我们指的是如果股价跌破101之后，这条趋势线才能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因为这条趋势线我们在之前保留它呢，是股价在这一波上涨当中冲破了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没有删除它。对，好，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股价下行的，我们先看2个目标，一个是152，一个是101或者102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当然我们还要留意一下在这个地方在165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缺口。对，实际上也是这根 K 线最低的附近。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下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先把多余的辅助线去除，然后这是观察线，我们也把观察线也去除。
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，如果股价目前如果出现反弹，那么第一个目标呢是223，在这里呢我们依然不变，股价反弹的目标就是223，站上它将会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这是头低，这也是头低，然后后续也有头低，那么站上223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。那在到达它之前，各条均线值还有这个缺口将会成为压力，其中这个缺口的中线大概我们会看到是在200关口附近，对。同时，当日新生对于1月26日来说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在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位置应该是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的一个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不变，就是241，241仅仅是一个压力位。如果股价能够站上223的话，它的真正的目标就是265。对。好，那站上265，我们说就能够瓦解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根 K 线定义的空头趋势。对，好，这是股价上方的3个目标，我们依次再重复一下下行的2个目标，一个是152，第二个是102，上行的3个目标，第一个是223，第二个是241，然后是265。好，这样我们会看到呢，上下2个就是目标之间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在今后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，叫做走势会在这个区域范围内，对，好，或者是它向上或者向下突破的2个标志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后续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，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观察位，在1月26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关注的位置，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在180这个位置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我们说说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。如果我们会看到在前一日这个 K 线出现的是一个大幅的下跌，那同时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，所以呢我们说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，虽然它是一个下行走势，可能会有一个反弹或者是一个平盘，对。那么如果在盘中，也就是1月26日开盘之后，盘中如果能够在前低，也就是180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极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。但是如果依然是一个低开盘，甚至是一个我们说继续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在盘中股价在180以下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再次收低，再次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关注180的原因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对于多头来说，在目前的收盘价是182.63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，因为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行，空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后一定还会有大量空头的进入，去使股价会进一步下行。那这时候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出现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依然会下行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的。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在接下来的交易日，如果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，
或者变盘的信号 K 线，那么我们才可以依据当时的情况来考虑是否进场做多或者抢反弹。所以目前空头是不可以进场的，在技术上说。好，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空头目前，在1月26号之前，1月26日开盘之后，空头一定还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，他们的目标就是152。那空头的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从193一直到上方的206，也就是它要守这个缺口，其中缺口的中线200关口将是一个强压力，也就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这个整数关口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这个前一日K 线这个实体部分的中线，对，186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，从193到207，其中200关口是强压力。那么我们给出这两个压力位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180，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，在这个位置有一根 K 线是2023年5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65附近。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缺口，也就是在163附近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支撑先定在165，第二个支撑是165，第三个支撑就是15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依然要给出两个方向，一个是反弹，一个是下跌，都是带有条件的。其中我们预测这个反弹完全是根据个人感觉所推出来的。对，好，那么第一个可能的反弹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4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99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4的。对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如果不是一个大幅高开盘，而是低开盘，对，那股价将会下行。那下行我们下跌，继续下跌，那我们认为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2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174，收盘会收在175附近。那出现这样大幅下跌的条件呢，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，也就是从开盘我们就可以排除其中的一个可能性。好，那第二个预测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继续收在182附近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77，
上方最高会到达18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2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啊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。对，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